在京城有户口就是好，我像枝茶在瓜田里上蹿下跳。爹说不愧是他的崽，他在朝堂吃瓜，我在各类宴会上见茶。为了防止被打，爹给我安置了10名护卫，给自己安排了30个。娘觉着手怕宰呀，咱们多少还是收敛一些，日后哪家公子能瞧得上你啊？我看了一眼自小跟在身边的护卫，这你别管我，自有我的节奏，家里鸡飞狗跳，我负责岁月静好，具体表现为我娘拿着板子，我爹跪得笔直，而我坐在一旁优雅的嗑瓜子。心素，我跟你说多少次了，你出了这个门就是当朝太傅，你说话做事要低调，低调再低调，结果你倒好，出门带30个护卫，直到现在百姓怎么说你吗？我娘咬牙切齿，气得团团转，说你耍大牌，说你飘了，说你露出狐狸尾巴了。爹在娘面前很少带脑子，听到最后一句话后脸上爆红，夫人要是喜欢狐狸尾巴，那也不是不可以。娘手里的板子掉下去，红着脸赶紧叫白离带我下去，女儿还在这里。说这些你也不害臊？我遮住眼睛，从斗大的缝隙里往外瞧，你们门官看着正经，私底下玩的这么花，这种事情见得多了。我只想说，懂得都懂，不懂的我也不多解释，毕竟爹娘知道就好，细细品吧，也别来问我怎么了。不用管我的死活，我只能说今天的饭都不用吃了。我丧心病狂，这是什么狗粮？不确定再尝尝，这是什么狗粮？不确定再尝尝。我娘跺脚，白离走在后面。我总逗他，白离明明前段时间爹给我又添了9个护卫，可为什么还是只叫你一人贴身守着他？到家主说我长得养眼，小姐喜欢啊，给戳穿心事了。我抬手扶住额头，声音加的娇滴滴，白离我头疼，你抱我。白离沉默一瞬，冒犯了身体，腾空被他稳稳的抱在怀里，一面朝着卧房走。里面问我需要请大夫吗？我单手搂住他的脖子，调整更舒适的姿势，另一只手悄无声息地按住他的胸膛，感受他略有波澜的起伏。穿衣显瘦，脱衣有肉，死丫头吃的真好，怎么这么笨啊？我一天要头疼好几次，你怎么还看不出来我是装的？话音刚落，被人颠了一下，吓得我赶紧双手搂住脸，埋进他的脖颈。意识到他在以这种方式治我的时候，我的耳朵也开始发烫。白离指导他的寡言少语落在我耳里，又好似甜言蜜语，每次我的花里胡哨都被他一记之球打散。爹娘都知道，全府唯有白离能够压制住我不甘寂寞又十分有趣的灵魂，有白离在我才勉强做个人。京城一个瓜又多又好吃的风水宝地，宴席一个聚集各类瓜主和产出太太的公共场合，这俩加在一起是绝杀，没有人可以饿着从这里走出去，吃多吃少全凭天赋，而我不巧是个饕餮。你知道我这身衣裳值多少金银吗？莽莽撞撞的，把你卖了都赔不起。其中的一颗珠子屏风后传出一道犀利的问责声，又哭又哭，好好的福气都给你哭没了，怎么现在是谁哭谁有理了？我为了吃瓜做了过目，不忘听声辨人的本事，所以一下子就锁定了这是平昌伯爵府家的夫人，哭的那位大抵是他的庶妹。前几日从小姐妹那里听说平昌伯因夫人进门后多年来只生了一个女儿，对她不满，那位夫人娘家见事态不妙，将庶女送进去，一则是为了有个帮衬托底，二则若是有了儿子，这伯爵府里的荣华富贵依旧是占全了。可平昌伯夫人是个要强之人，不许他进门，落了个刻薄善妒的名声。庶妹也不是省油的灯，没过门就爬上姐夫的床，破了身子又惯会卖乖，惹得家主心疼。小姐妹凑过来和我嘀咕，平昌伯铁了心要纳妾，可夫人却扬言，若他果真如此，就一根白绫吊死在门口，让所有人都知道他始乱终弃，也不知闹成这样，怎么还有心思出门？他一把抓住我，心怡，你干什么去？我张嘴就来啊！我觉得这里的地理位置不太好走，过去一点听得更清楚。他低声劝解，我们吃瓜也是要有边界的，你不会是要站在第一线去嗑瓜子吧？不能吗？他用表情骂人，还骂得挺脏，你做人吧。我片头看了一眼白离，他也正看着我，这其实不合规矩，护卫而已，怎么能正眼盯着主家看？府中侍从众多，只有他这个宰种敢直视我，我从不因为这种冒犯而责怪他，因为白离是我的人，我敢演，他敢看刚才的视线交流已经意思是你看好我要搞事了，尽管放手去做白礼，给你担着小姐妹也见怪不怪，我强度不服，就服你俩是什么茶，正飘香四溢，多少的是千年的碧螺春了吧？盛世以来不允许成精，我年纪轻没见识，特来看个究竟。我掐了嗓音，亲亲热热的挤过去，这不是平昌伯夫人吗？上次见面您做了一首好诗，母亲日日拿着诗来做文章，说我的文采有夫人的一半，她就要去烧高香阿弥陀佛了。说到这里，夫人已经收了，厉色面上带了几分笑，我这才转头才发现地上跪着的那女子班。诸位听听这声音，掐得跟小猫喵喵叫似的，我听了都心疼公子，老爷们最喜欢的就是这样的人。美人须得风情灵动，知情识趣才好，否则美则美矣。平日里当小狗小猫玩着宠着也就罢了，出了府门，谁还把你当回事？总归是不好听也不好看的。有人附和，就是庶女都能出席了，可想是家中主母心善，放在我家那可是要大棒子打出去的。
我又笑说，今日我们大家之所以聚在这里，是为了观赏春日百花齐放，花朵争相斗艳，最是好看。夫人何必耽误时间在这亭子之中鉴察？平昌伯夫人面色为难，低声同我坦白，可我这一群被扯坏又没有另外代替换的，只怕是要出丑。我理解他的难处，那你与我稍作，各位姐姐先走一步，我与夫人闲聊片刻，等会儿就过来陪大家逗趣。我悠悠走过去，缓缓蹲下。平昌伯爵府这位姐姐熟悉，不如白梨护送姐姐回去一趟，替夫人取一条出来。那女子哭得更厉害，我知道自己是多余的，走到哪儿都遭人嫌弃，既然姐姐容不下我，我还是死了算了。她做事要往旁侧的柱子上撞，顺着力度推我一把。随后我做西子捧心状，当场跌坐下去，语气虚浮夸张。这个姐姐她推了我摔得好疼，我现在一见她就害怕，一害怕就腿软，一腿软嘛就站不起来。姐姐也不想我起不来，给平昌伯惹麻烦的不是白灵面无表情地带他离开，说是护送，实则明眼人一看就是被迫。平昌伯夫人扶起我，温声解释我这个庶妹不懂规矩，不许她过来，她便去求。一心软就应允了，她有些歉意，为了这样不知尊卑的人，实属不值得。辛小姐弄污衣裙，一会儿可怎么出去啊？我又陪她坐下，夫人人活，世上有人羡慕，就有人记恨，我很满意我自己，直到我死。如果有人看不惯她，可以比我先死一件衣裳，换一出好戏包赚的回府后，爹娘叫我过去问话。我闲适的走过去，一脚跨进门之后，故作惊讶，渲染若弃爹娘心意，犯了滔天大罪，实在该罚。爹面露讶异，似乎不敢相信。今日我不作妖，谨慎道，你确定你自己清楚究竟犯了什么错？我点头如捣蒜，咬着手怕哭唧唧。女儿刚进门，先迈的左脚，这简直是倒反天罡。又此理。杨武与宁耶爹瞅了瞅，娘的神色也板起脸放肆，怎么跟你娘吆五喝六的呢？说话带着感叹号，就是不对，我实话实说，跟你学的，你说话就带感叹号。刚还带了三爹，尴尬起来显得特别忙，先是摸摸胡子，又是挠挠脑袋，再然后是看看娘唯唯诺诺不是夫人，但是犯了啥错呀？这老夫也没想出门道，你要不给点提示呗？娘阴阳怪气，要不说女儿好，是爹爹的贴心小棉袄，知道你最近风头正盛，春日宴又给你造势送温暖去了。我在后院开心吃瓜，吃着吃着发现不对劲了，寻思着心仪这个名字难道很大众吗？他当面开大一点，也不顾念我这小身板能不能承受。真是你在宴席开始之前演了一出开胃好戏啊，夫人，我认为怡儿这次没错，爹抿嘴，从前他即便不赞成，也会顺着娘的意思，可这次不知怎么毅然决然的站在我这边，我受宠若惊，头一次觉得自己真是爹的亲生闺女，这事我也略有耳闻，你要是闹了一出，可我不认为他的态度有问题。他在家从不争论道理黑白，只说出新态度，他说是非对错，不过是与旁人起的争执，对家人而言，只要出发点是好的，新家永远护短源，是平昌伯荒唐。他一个大男人的摇摆不定，却要两位女子难做，既舍不得原配的持家御下之术，又贪恋另一个女子的小意柔情，既要又要，也不知道哪里来的脸，还在外。自己桃花运昌盛，狐朋狗友不知道他的苦恼，星号，我立即附和，就是男人不自爱，就像烂白菜，咱就是在那种氛围下，侠肝义胆，路见不平的情绪呼之欲出，高涨，你懂得法，如果我不发作，我就不会是一个快乐的小姑娘了。午夜梦回，我都会惊醒山自己一巴掌，这不是纯纯要命吗？为什么我在现场唱戏从不流汗？因为我怕留下遗憾，我恨不得变成章鱼，一次扇飞8个。突然发现了滑点，我疑惑的看着娘，您不就是京城八卦圈里的管理员吗？明明可以控评，但您却选择放任，可想而知，您并没有怪我完蛋。我恍然大悟，撕破了手帕，交代错了，我恨娘气的。把我的脸蛋这么好看的一出戏，你怎么不叫我啊？果然是宰带了，要吃独食了。不过我这闭月羞花沉鱼落雁的小母亲了。她坐定时姿态悠闲，却也未落半分气势。我知道你想利用舆论去消耗平昌伯对那女子的新鲜，但这种小把戏治标不治本。我生气的点在于，平昌伯这种烂人根本不值得为了他引发此境，嫡女也好，庶女也罢，心仪你不该说她是小猫小狗娘，难得如此严肃正经。我正要认错，却见他又没绷住小嘴，一张满屏星号，老娘是谁家御郡主，当今皇后的表侄女太傅的亲妻子，京城八卦圈首席管理员，什么样的歪瓜裂枣我没见过，但能列成这种品种，确实也不多见。不信南征下头，平昌伯爵府百年基业，世代阴风，如今就要断送在他手上。不知侯府前辈的棺材板是否还压得住，怎么不炸个失忆人胡一巴掌呢？勉强能入耳的都在这里了，剩下的属于大雅。此等好活属于微侠，自留百里，永远是我一转身都能看到的人。我爹使眼色让他带我出去，免得听太多国粹学坏了。爹刚一抬手，他便了然冒犯了，像个小孩一样挂他身上。白梨背着我一步一步往前走，白梨一生一世，一双人真的很难吗？我没有矫揉造作，也没有加声音，可是一颗心掰成很多很多份，这个喜欢那个也爱不累吗？他没有回应我。据说妻妾最多的莫过于当今圣上了吧？开枝散叶是职责绵延，子嗣是国运，可没有一样是问过他自己意愿的。白梨
你说圣上会不会也有可能像我爹娘那样，做到只有一位妻子相伴一生，死后同寝白离到会道？我愣住，你说什么？沉寂很久后，白离又答，不难，白离只有一颗心，只能住一个人，专心爱一个人，直到死亡。是所有寻常人的婚约，圣上也是寻常人，所以他也有这样庸俗的心愿。他走得缓慢，手挪了位置，我倒吸一口凉气。白离一下子紧张起来，小姐伤到哪里了？我忍着痛，假笑一声，白离，你傻呀，听不出我是在装吗？的步调加快，回到房里后，急匆匆的要脱我的鞋袜。我先是小幅度挣扎一下，被他固定住，索性就随他动作。春日宴，我用力过猛跌，坐时真扭了脚，如今脚踝肿了，已经没法看，喜气的像个小萝卜，心仪我的心震颤不已。为什么不告诉我？戚白离应该懂我的隐瞒是为了什么？春日宴不便多带人手贴身护卫，就他一个，在白离眼皮子底下，我受伤了，不仅是对他能力的折辱，还会让爹娘认为他办事不力，一次疏忽换来永久的不用。可他既然明白，现在又问什么？百里从来就是根实心木头，我堂堂太傅千金，一名护卫失业，拿不到月钱，吃不起饭，范围之内吗？我闲的呀难受，想躺在185大长腿，8块腹肌有锁骨，声音冷淡好听，不大会哄人，但要硬哄，句句有回应，字字不沾边的百里小哥哥怀里，我直接糊弄，文学信手拈来，别问问，就是本小姐日行一善，心肠柔软，不想眼睁睁看着某些人过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所以就路见不平，绕道嗨拔刀相助了。百里绷着脸，我去请大夫，他急步往外走，被维生站住叫停，你回来给我按一会儿就好了。从扭到脚到现在，我都一直在装作若无其事，就是担心爹娘看出什么。百里没再继续问，沉默寡言的揉着脚踝，他宽大温暖的掌心贴在疼痛，我却还有心思逗他。姑娘家的脚是不能随意给别人碰的，你这不明摆着占我便宜吗？他今天第七鬼神的嗯了一声惊道，我都忘了刚说到哪了。他们什么我一不做二不休，干脆问个明白，前半句还是后半句？白离吩咐人取来冰块，隔着帕子敷在伤处，这才抬眼应我小姐那句话，还算数吗？多年前我才学会走路，爹指着那些小铺位，让我自己挑一个，我朝着他过去，又走得急，直接扑倒在他身上。那一天，我有了个护卫哥哥，身边有了影子，等我学会写好多字，给他取名为白离，白昼黎明，愿他一生没有无边黑夜。1年前，吉吉礼上我问，君吗？百里过了好半晌才回话，那神情带着一丝受伤，是我哪里做的不够好吗？可能是跟我在一起久了，他一个大男人也学会脑补，这种感觉就像是我是那个有了新欢，然后抛弃糟糠之妻，甚至还想给他一铲子的法制咖一样。事实上，我的生活比尼姑还素，旧爱都没搞到手。我还有心情去找新欢，我没有必要解释。对上他无措的眼睛，我放轻声音，别动啊。他乖乖的让我拥住，心里骂了1万遍狗东西，死活不开窍。太傅府宅只能给你栖身之所，要想博取功名，一来科考，二来行军，你也不想这么籍籍无名的混沌度日。而我们太傅府从来都鼓励有梦想的好孩子。我语重心长，苦口婆心，一日为主，终生为母。虽然不是亲的，不是表的，但我也是为了你好帅，不可以当做饭吃。男人的花期又是在短打个比方说，日后你看中了哪家姑娘，万一门不当户不对，你是选择强娶豪夺还是强娶豪夺？百里欲言又止，百里想陪伴在小姐左右，我没再劝他，不想扼杀他的意志。今时我问，莫非咱们家的老铁树终于要开花了？百里眉头裹上一层苦涩，几集里后，夫人便留意着京城中各家的行儿郎进来，又差人去请画师，估计过几日就会拿来给小姐香。看了我眨眼拖长尾音哦了一声，那又怎么了呢？你不高兴？他低头看着冰块。今日还没练字给我看，是不是想偷奸耍滑？百里不知道我为什么每日都要他写字，今时今日才终于想起，问我为何要教我写字，我整个就是一恨铁不成钢的大状态。你是想说，如果你不识字，去从军之后了无音讯，是死是活，都跟我没关系，哪怕我与千年老星浩看对眼了成亲，你也不会写一个字来给我送温暖，对吗？他懂了我的言下之意，也似乎终于明白了俺的良苦用，心想笑又不敢现在笑，只能憋出几声闷哼，按着又皱眉。百里一走以后，家里还能有我的位置吗？我没客气，用另一只脚踹开他打人，我还先告状，只要我哭得够快，泽北就追不上我，在你心里，我就是这样见一个爱一个。白灵小声反驳，小姐的确不太识人。酒我被这一句嘀咕哽住，破罐破摔道，你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白离笑了，他的行李是我盯着收好的，我早就囤好了各类戒指，不菲的上药效果都是最好的，每一段时间就得换一轮，就怕赶不上他的。一时兴起送他出去，我只说了2个字，别死。百里也给我留了一句话，我会记得。写信看着他远去的背影，扬眉出戏，忽视了整张手帕，哼唧的拧出水又接着擦，看着我嫌弃的表情，他满腹狐疑，你不会是想在晚上躲在被窝里偷偷哭吧？咋呀？娘知道你舍不得，但如今是最好的机会。楚军此次也会亲临前线，百里若诚可。天，届时你们不就可以终成眷属，也不枉费娘为了刺激他安排这么多过场的苦心娘，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你放心。
话本里所写的什么未婚夫出征后带回一名怀孕女子的故事，绝对不可能发生。楚军亲临军中，连只母蚊子都进不去。当然了，白离是个直男，必然也看不上那些壮士。我片头就是一个你好懂啊，表情茫茫人海象是一场也算报应，被我看上了，就不存在放他一马的说法，所以他最好是愿意的。过了一段时间，爹问我要不要再安排一个贴身护卫，我果断答应了。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爹挺直腰板，神采奕奕，两眼放光。尽管讲爹这个级别，除了人夫啥样的人，不过咱院里的9个都不够你看啊。说到这个，我就有话吐槽，比白离会逗趣的没有他高，比他高的没有他肤色白净，比他肤白貌美的又没有他体贴懂事。我电脑瓜子开始痛停，你这是提要求还是单纯倾诉思念啊？行吧，我也不拐弯抹角，找个女子吧。我爹人警惕你，千万不要想着我未来女婿出门在外就这么放肆啊！你也千万不要想着找个肤白貌美、腰细腿长、肤如凝脂、眉眼如画的女子回来产生不该有的心思啊！她在前线九死一生，你在家里左拥右抱，这合理吗？说话男的也不行，女的也不行，人夫也不行，莫非我醍醐灌顶，大声嚷嚷？心诉我娘的声音凉飕飕，阴恻恻的飘过来。她笑得温柔，语气和蔼。听闻鸟掌门人妻，这事儿你哪懂啊？不如由我来替你安排。尽管讲我这个级别啥样的人都能给你搜罗过来，是要新寡的，还是要夫君在世的？我爹一个滑跪，扑通一声抱住娘的腿，熟忍到了行云流水的程度。夫人明察，你可不能中了小崽子的奸计啊！我柔弱无骨，应声倒地。女儿要告发爹，私通会乱府宅，罪不容诛。娘俯身掐住爹的脖子，失望道：我待你不薄，为何要如此待我？我纠正娘十分严谨，娘少说了一个如此，娘赶紧捡回状态，失望道：我待你不薄，为何要如此待我？爹满脸焦急，夫人，我打断他的表演，这是你的词儿吗？你就抢！经过2次打岔，再好的气氛都没了。杨铺子一声笑出来，你竟然连吃瓜都没兴致了。百里乃是一个人走的呀，分明将某人的活也一起勾走了。爹从桌子上端起一把子信给我，小伙子看着沉默寡言，半天蹦不出一个屁来。没想到在书信上学会了重拳出击，这数量怕是一天写2封也打不住。我的脑瓜子突然也开始痛，看着手上厚厚的一叠信，陷入沉思，已读不回应，该也不犯法的吧？他的信带我去到苦寒边境，那里饿殍遍地，血流成河，四处寻不到一丝生机，唯有一种花可以生存在那里。他见识短浅，问楚军那是什么花？楚军思索片刻，也不知打趣说，让他取一个名字，日后收复边境，这花就以他的想法命名。白离说，属下有一心仪之，人年少时喜欢，如今也不曾改，不如这花就叫做心仪。楚军应允了，并调侃说，记得我老师的女儿就叫做心仪，这2个字似乎也不容易撞名。哈，白离说，他当时耳朵很烫花，带不过来，他只得自己一笔一笔粗本又粗糙的描写，满了备注，哪一片是什么颜色，哪一块又没画出半分神韵。他说，替我壮着胆子问过那个问题，楚军也没觉得冒犯，反倒是认真思索了很久，说了一句，娄家出了许多情种。白离又问，您会是吗？后凤雪想了想，认真道，我是白离在前线打仗，也不忘了家里有个爱吃瓜的姑娘。与楚军关系逐渐亲近后，楚军也向他透露了不少皇家隐秘，说神医谷里面养着他的小夫人幸运，对自己的一切都了如指掌。而如今他就跟在他身边，百里也不懂分寸，多嘴问了一句，什么叫一切？说完这句，明显感觉到旁边的楚军快熟了，头上都冒着烟气，支支吾吾道，简单来说，就是从内到外，复杂的就不能免费给你听了。我乐个大太子妃人，选孩小夫人，还对自己从内到外都了如指掌，听得人心惶惶的正上头的时候又不说了，欲盖弥彰，犹抱琵琶半遮面。今晚念着清心咒都睡不着，我请问呢？有什么内容是我们京城人民八卦圈里小富婆不能听的？我可以砸钱啊喂，给个机会呗。其实也没有很想知道，楚君殿下真的很装，真的不能展开聊聊吗？我问未来的皇后看起来怎么样？百里回道，殿下不让说，刚开始是流水账，后来百离的笔触越来越缱绻。他说思念总是与夜色同时降临，他们所向披靡，战无不克，攻无不胜。但班师回朝时，我和百灵已经做笔友，有2年时间了。他升官的速度那是和新科状元明允不相上下，雨后的竹笋都没他俩能往上窜。楚军回京后成了新帝，点了他大将军的官位，又明明新帝楼凤雪都回皇宫了，百里还慢悠的在路上，据说是在到处采办物件，新府邸也有皇家安排的人在打扫，可想是有多大的荣宠皇室，没有贵女敢随意肖像。那百里和明允这不大把的姐妹往上扑，我开始有危机意识了。京城里的好郎本就是抢手货，典型的狼多肉少。现实局面，我以前对百里也是动辄上下其手，实在是有辱斯文。他当官了，若不是花花肠子也长出来，过往的一切都不作数。他已经不记得大明湖畔太傅府中的心意小姐了吗？娘也看出不对劲，手怕给他无意识打成结，这节奏有点不太对。闺女今时不同往日了，当年爹娘规劝你，没与他定下婚约，没曾想印象变了，他竟出戏的如此过分。
如今他的官位与你父亲持平，白离若是不愿，便是霸王硬上弓，那一套也不管用，他又气得丢了手帕。平昌伯那个糟老头子也对白离起了心思，他逼迫正当妙龄的女儿放言出去，说是在几年前的春日宴上对他一见倾心，此生非他不嫁。说出去，京城中的人会怎么想？说白离在春日宴上与他家女儿有了私情，白离不收就是无情无义，要将风流浪子的身份坐实。可当日他家女儿根本就没出息。不过几年过去，谁还记得亲娘也想拦，但实在降不下来。这件事情的热度，平昌伯一定砸钱买推了我冷朝暗讽明允之才可及。宰辅平昌伯眼光这么好，还像你吗？都什么年代了，还以为文官比武官清心寡欲呢。庞策一直没吭声的爹，终于说了句公道话，明允那张破嘴，谁家好人敢去一亲啊？况且他不是与张家那位举止亲密吗？我满头问号，是我断网了。张家哪里有女儿爹估摸不准断袖的是你，少管娘有了主意。你说平昌伯夫人会替我们澄清这个谣言吗？说实话，我并不肯定，但平昌伯夫人自京郊的庙宇祈福回来，听说这件事后，赶紧为百里澄清这件荒唐事，言说当日的真实情况，又找到在场的几位做了见证，并且这位夫人也是想通透了，签下和黎书屋带着女儿住到京郊的庄子里去。从此伯和娘家有任何瓜葛，临走前还约我见了一面，说自己歉疚，女儿也懦弱，被平常伯逼迫给我惹下麻烦，还说白丽看我的眼睛里有情。我苦恼道，可是他从未真正说出口过。平昌伯夫人，哦不，现在应该叫做杨小姐，她讲的真诚，都说对视是不含情欲的亲吻，其实在你们都没意识到的情况下，彼此已经用行动说过很多很多遍了。我谢过她的祝福，也衷心的愿她前途坦荡，可是主要的决定权还是在白丽身上，说是我看中的人强取豪夺，也要往我房里塞，可她若是真的不乐意，我总不能自讨没趣，自娱自乐吧。好在百里没让我纠结太久，人还未到。过了一日他才过来，颇有些着急。道路上风沙重，衣衫不整，不能登门置办的东西，虽然仓促了些，可都是我用心挑的。小姐清点过了，看有没有缺的，我静了静，你就只说这个，就没想过我不愿意嫁给你。他呼吸凝滞，极为缓慢的小心试探的握住我的手，心仪从前说常伴在你左右，说我胆小懦弱，我怕一个转身能够抱住你的人就不再是我，我更怕你的视线里会有别人。他俯身虔诚的吻上我眼尾的那颗痣，从前他就很喜欢看那里，我不知道他是单纯想看我的那颗痣，还是因为不敢过多地注视着我的眼睛，撒娇卖乖，脚留造作，还有一些小脾气。宽，我无数次梦回初见，那一日，感谢你扑进我怀里，谢谢你选中我，有了小姐，有了名字，有了灵魂的归处。我安静听他说完，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这时看见白丽红了脸，我能亲你吗？不是吧，哥们，我都想到孩子以后是从文从武了，你跟我哥这么蠢。来，我学着他以前正经的样子，冒犯了白丽还没反应过来，我勾住他的脖子，往下带精准物的盖上章，他带着几秒后扣住我的腰往怀里按，缠着我要很多很多的纵容。很多年前我情窦初开，年轻气盛啊，从不管什么门第高低，从不讲究门当户对，爹娘知道后也没有反对，但谈一场话，他们说白丽当然能做太傅家的女婿，但没有功名在身，会有很多的闲言碎语裹挟我们，我不怕。当时的我满心欢喜，不惧流言娘一语抓住重点。那你希望白丽被人指责吃软饭吗？爹也异常严肃，哪个男儿没有一腔抱负？我们要做的不是约束他，而是让他自己选择。爹知道你们两情相悦，但爱不是负累，更不是枷锁，爱理应是盔甲，也是未来。心仪，你要为他的未来考虑，他没有一官半职，如何有勇气向你表明心迹？你的不在乎，恰恰会造成他的痛苦愧疚。你想让他认为你对他的爱是一种怜悯，是一种恩赐吗？那时我愣住很久很久，无措道，那他要是没有那么好的运气，去了战场没能回来呢？娘眼眶里带着泪，可他却在笑，为民战死，你应该为他感到骄傲。白离的名字将会出现在我新家的族谱上，你就是他的未亡人。我的泪水落下，竭力从脑海中抛弃，这种结果语无伦次。那他要是飞黄腾达，看不上我了，或者是想要享受其人之福了，别温柔的抚上我的头，那他就不配做我新家的女婿，也不配再进这个门。我闺女花心思花时间认清了一个人，及时止损，没有把一辈子都搭进去，也是一种福气。我演过很多戏，但这是第一次，我砸进了真心，片里送的齐全隆重，话却说不出一句。他去战场2年，早就不是白皮了。特意小心翼翼询问我，你还爱我的对吧？我故作挑剔，一般般吧。皮相虽不粉嫩诱人了，但尚可下嘴。白里本就紧张，而在我爹娘的死亡凝视下，他一张黑皮都能透出红来，支支吾吾半天也说不出一个字。爹主动抛出话题，大将军，这是什么意思？总不会是要答谢这么多年的青梅竹马情谊吧？娘也给台阶下，看着红色多喜气。据我所知，只有聘礼需要以红绸装点，我应该没记错吧？白离接收到了好衣柜的笔直，终于说出了第一句话，家主夫人，我想求娶心仪，还望你们成全爹。用目光打量一番，赞叹道，这贵资标准，多一分太假，少一分不成，一看就是咱们新家。房嫁娘也点头是标准。
2年过去，又发育了不少咱家闺女的福气，简直大大的有啊。爹开始幻想未来，你说孩子取啥名字呢？娘句句有回应，李以乳名就叫依依吧，大名还是给他们自己取，你说是吧？爹非常星号，夫人好有才华，那是跟着他爹从武还是跟着外祖父从文呢？娘陷入沉思，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孙子是国之栋梁，当然是2个都学了。百里已经呆滞了，我忍无可忍，大声提醒爹娘，这还没起来呢。爹条件反射，星号冲谁吆五喝六的呢？对你娘说话带感叹词就是不行。出嫁前1晚，按理来说是不能见面的，可离都不是守规矩的人，他将我抱上屋顶，我俩看着无边星空，万家灯火白离，他们都说我矫揉造作，不懂规矩，给个场的就敢演戏。哥哥见到我，心里想的都是这姑奶奶，今儿又要砸场子，你为什么喜欢我啊？白离将我拥住，可我就是喜欢坦率可爱，把刀相助的小女侠。我亲了她一口，巧言令色，跟谁学的？百里抱得更紧，带了点笑，有心意在无师自通以后，我带你去看心意花好不好？我重重点头，好。大婚当日，杨给我各种瓶瓶罐罐，塞了整整一个小箱子，我凑过去看，好奇道，这是什么？娘眼皮都没抬，自若解释，五官不比文官。能人白离，血气方刚，和你循规蹈矩这么多年，激烈些也是正常的。若不做好措施，杨怕你3天下不了床。饶是我听惯了荤段子，现在落在自己身上也是直呼受不了。娘，你说什么胡话？百里很温柔的，我为他辩解，从前我就是装了再多次，他都心疼不已，怎么可能在这种事上让我受伤？娘回之以过来人，你居然信一个床上的男人会温柔的眼神秒了我？我讷讷道，那也用不上这么多呀。杨将最后一瓶放进去，终于转过来，正是我好，那咱们打个赌吧。我说今夜骑马这个数，他非常嚣张的张开手掌，比出5这个手势，他非常贴心的补充道，我说的是他不是你。我想了想，坚定道，还是都带上吧。没想到的是，星碧和明允也来吃席了。后面是白离告诉我，星碧的身旁坐着明允，2个单身汉互相琢磨谁先成亲。明允套路楼凤雪，你扶我做宰辅，我就能成亲了。楼凤雪颇为得意，这很快就要娶妻了，应该不耽误你搞暗恋吧？明允骂骂咧咧，斗杀了我，要把你斗杀了。没有物质的爱情就像是一盘散沙，不用风吹走2步就散了。你们懂什么？今日谁也别碰，我没有30-50万白银，我是起不来的，都离我远一点，不要让我闻到你们身上酸臭的恋爱味哦。哦，谁还没个夫人啊？我和百里有青梅竹马罗凤雪，你有吗？娄凤雪笑容，明允你的相爷梦马上就要扬帆远航了，我快乐吃瓜，然后呢？百里眸光微沉，然后夫人，我们该洞房了。不得不说，杨看人真准。我说的是上半场娄凤雪有了皇后，百里和她亲近，故此我与皇后也经常能见面。一来二去，我俩发现对方都有趣的灵魂，成了非常要好的闺蜜。后面明允终于成了相爷，娶到了暗恋多年的小先生，那位夫人也有趣，我还是她的头号粉丝呢。有许多人不知道明允的夫人是个知名的产出太太，可我得天独厚，杨从内部告诉我的信息，所以我对她的关注又上升一层。她产出，我砸钱磕 CP 就是磕着发现不对劲啊，他咋写明允与张富斌那个女装大佬的同人啊？难道说咱们明允明相爷要走上一条追妻火葬场的道路吗？我刚想去提醒那位夫人，白丽拦住我说，明允和娄凤雪也有其他安排，我们不便插手。结果其他的安排没等到，我的好闺蜜却倒在了中秋家宴，我心急如焚。娄凤雪不知怎地找到我们这些素来交好的命妇，请求我们配合她演上一出戏，尤其点名了我这位几个，别人夸我是天赋异禀，一定能够不负众望担负大人。然后她将凤印交给我保管，要我本色出演，给她星号，听听这是人话吗？每个字我都能听明白，但串在一起我好像就听不懂了。你别管记住什么，你就记住我，默默暗示白离惦记陛下那杆长枪已经很久了。娄凤雪咬牙送我，得寸进尺。家父想要的那副真迹，娄凤雪牙咬碎了。杭百里知道这件事后，满腔怒气无处发泄，陛下怎么不把这好事也牵连上明允呢？我想了想，明相爷的毒舌功夫，以及他和陛下的默契程度，陛下怕是还未开口，相爷就知道他要放什么屁，他多半也是招惹不起相爷吧。百里点头言之有理，我偏头看见皇后的身影，她穿着太医的官服朝这边走来。